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眼，我是主播尤娜。今天是2025年8月3日，星期日，我们将带您快速掌握今天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大事，从少林寺商业帝国动荡、加沙人道危机加剧，到俄罗斯接连强震、澳洲暴雪罕见来袭，一起穿越信息洪流，洞见世界真相。释永信倒下后，少林寺还能是一门好生意吗？今天的国内舆论爆点来自一则沉寂已久却突然回归的名字释永信。曾被称为少林 CEO 的他，因涉嫌腐败和权力斗争问题传出倒台消息，引发社会震荡。回顾过往，释永信将少林寺打造成全球品牌，商业帝国延伸至影视、武术表演、地产和养生业。然而，宗教与商业的边界也因此变得模糊不清。随着释永信的影响力骤降，有关佛门生意的争议再起，少林寺是否还能维持高收益的商业运营？接替者会回归传统佛门清修，还是延续现代运作？佛系经济是否终将回归理性？这一话题也映射出中国社会对信仰与资本的持续思辨。哈马斯强硬表态，解除武装建国后再谈。哈马斯政治局一位高层今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明确表示，解除武装是帝国主义话术，巴勒斯坦建国前绝不讨论此议题。这番回应直指以色列与部分西方国家提出的和谈前提，传递出哈马斯当前不退不让的立场。分析人士指出，哈马斯此举旨在稳固内部支持，避免在民间失去抗争代表性，也反映出当前加沙地面与外交战线的双重僵局。西方推动去军事化，但缺乏实质和平保障机制，也让许多加沙民众对谈判抱持怀疑。美式援助加剧饥荒，加沙民众怒斥假慈悲、真同谋一段加沙难民区民众的视频登上今日各大外媒热榜。一名母亲在镜头前控诉，他们扔下几包饼干，却用导弹摧毁了我们整个市场。自人道空投行动开展以来，美军向加沙投放物资的行为备受争议。支持者认为，美方试图缓解封锁下的饥荒，但更多批评者指出，空投物资有限，难以覆盖需求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持续军援以色列，助长冲突。假慈悲、真同谋的声音不断升温，凸显当前援助逻辑的悖论性。悉尼大桥10万人游行，声援巴勒斯坦。今天清晨，澳大利亚悉尼海港大桥被浩浩荡荡的人群填满，据悉高达10万人走上街头，高喊解放加沙，停止屠杀。这是澳洲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亲巴勒斯坦游行，民间情绪高涨。主办方指出，我们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只为无辜者发声。分析认为，澳洲年轻世代正对以色列政策持日益批判态度，也是对西方政府长期选择性正义的反弹。千岛群岛6.7级地震，暂无海啸威胁。北京时间今日上午，俄罗斯千岛群岛突发6.7级强震，震源深度10公里。德国地质研究中心最初测为6.35级，后经修订。好消息是，目前无海啸威胁，无人员伤亡报告。千岛群岛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，常年地质活跃，但本次震中靠近无人区域，避免了大规模灾害发生。即使特朗普威胁，印度仍将继续进口俄油。一位印度政府高官今日对路透社透露，我们会根据本国利益做出决定。此言正是回应特朗普日前警告，若再进口俄油将影响美英关系的表态。印度此举反映出新兴国家正在重构多极能源战略，西方制裁工具的全球效力正逐步减弱。面对复杂的全球能源格局，印度此番表态或将激起美方新一轮外交施压。伊朗高层警告，以色列威胁未减。伊朗国家电视台今日引用军方总参谋长穆罕默德·巴盖里将军讲话称，我们始终对以色列的核威胁保持警惕，必要时将做出先发制人回应。此番言论被视为对以军近期在叙利亚边境演习的回应。中东地区战云再度密布，以伊之间的冷热交织状态也让整个波斯湾局势更为复杂。勘察加地震引发休眠火山活动，或有海啸风险。紧接千岛群岛地震，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出现连续地壳震动，且数座休眠火山出现轻微喷发。地质专家指出，一旦喷发剧烈，或引发局部海啸。当前监测持续加强，暂未发布大规模疏散令。
当地居民已经被要求远离海岸线与火山带，全球灾害监控系统亦已上线全时追踪。9. 埃及援助车队将进入加沙。今日，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，2辆满载燃油与医疗物资的油罐车即将进入加沙，预计将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拉法口岸。这是近期罕见的人道突破。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称，哪怕是一滴油，也可能救下一条命。然而，在持续空袭下，物资是否能顺利分发仍充满不确定。10. 澳大利亚南部多地遭遇罕见暴雪。今日上午，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与维多利亚州多地突降大雪，大量道路被封，航班延误，一些山区积雪超过20厘米，宛如冬日童话。然而，背后问题也在显现。气候专家指出，这是极端天气模式的警示之一。全球气候正在失衡，南半球正面临冷热极端共存的新常态。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，每一次地震，每一场游行，每一个决策，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。我们的新闻不只是在播报，更是在为您记录这个时代的脉搏。感谢收看全球眼，我是尤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